大家好，今天天热啊，我就没有出去骑行，还是在村里走一走吧。其实以前在村里啊，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这种机会也比较少，或者说，在这个村里住的久了呢，总会有些老面孔、熟人啊，看到你拿着一个小相机，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话，觉得有点奇怪啊。但是这次到了加拿大，走了很多的街道，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觉得也没什么。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拿个相机，一边出来走一走，一边呢跟大家闲聊几句。就在加拿大，尤其是多伦多住的这一个月，每天几乎都出来散步，尤其是晚上吃到晚饭以后，大概还有2个小时左右的天亮的时候，天气呢也比较凉爽，真的非常的舒服，所以感觉真的这种体验非常之好。而且走在街上啊，那些虽然走过几次的街道呢，都还是一知半解，还是非常的有新鲜感，所以就感觉那座城市一些异国的这种风情吧，还有一些老百姓的生活的状态啊，跟我们在中国见到的还是不大一样。这可能就是新鲜感的来源吧，所以感觉特别好。但反过来讲呢，一边走路啊，看到街上的人、景、物，这种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总忍不住呢，有时候会发一些感慨啊，做一些小小的评论。但是回到广州，回到我住的祈福新村里呢，还是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总觉得回到家了。虽然这几天还是倒时差，早上很早就醒，晚上呢到了8、9点钟以后就会有点犯困，但是还是被这种踏实感呢，就觉得感觉还是不错。唯一的呢，就是广州的天气啊太热了。以前一直住在这边呢，也就习惯了。但是一旦这个有了更舒适的地方体验了以后呢，就明显的感觉，真的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的宜居。有时候呢，不免会有些感慨，就感觉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人口那么巨多，但真的，我也算是去过中国很多省份，在很多城市呢都住过，或者经常出差啊，去短住过。真的说句心里话，就没有找出哪一个人口这么多，大家就觉得特别舒适的这个宜居的城市。当然我讲的主要就是气候方面嘛。虽然中国也有所谓的春城，像昆明这样的，但是呢太过遥远，我们也不可能到那边去住。而那些大的直辖市，北上广，还有说得出来那些知名的城市，不是冷就是热。那真的是，就以我自己从小成长的城市上海为例，就那个城市到了冬天啊，真的是刺骨的冷。
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家里没有暖气的那个年代啊，这个老百姓都是要生冻疮的，就太冷了。然后到了夏天，你比方这几天啊，上海的气温居然高达了40度。就前段时间上海呢，黄梅雨的季节结束，上海说是出梅了，也就是说从那种比较潮湿闷热的这种天气呢，变成了高温，但可能呢稍稍的干燥一些的这种天气，但是40来度的气温谁顶得住？广州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了，但是广州一般没有到40度这种天气，一般呢到了35、6度啊，基本上到顶了。如果连续1个礼拜都到35、6度呢，一般就会下雨。可能这些气流啊、气候上面的一些学问我们也不是很懂，但是总之呢就会下雨。比方这几天呢就34、5度，有时候会去到35、6度这样的天气。那今天呢就已经下了几个小时的雨，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也稍稍的这个凉快了几个小时吧。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6点钟了，这个6点钟呢就有点像加拿大这个纬度的8点钟。为什么呢？因为到了7点多钟的天就暗了，也就是说距离天这个变暗呢也就是1个来小时了。所以呢我也是趁着这个时候啊出来稍稍的走走。那同时呢，今天也是跟我的大孩子约好了，在我们小区的我们经常去的一个日餐馆呢，一起吃饭。这次呢，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了，就我们家一家人呢，好不容易多伦多相聚一堂，因为我的小孩呢在多伦多读书，今年毕业了，但是他这几年也很辛苦，有时候暑假也不回来，因为呢想多修一些学分。那这次呢他还是以一个非常好的毕业的成绩毕业，那我们一家人呢齐聚加拿大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所以一家人聚在一块已经是好多年来的第一回了，所以想想还是亲情是最要紧的。但是呢小孩子毕竟都大了，我们也是放任他们自己去奋斗，也相信呢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有一个好的人生，所以导致并没有太多的担心他们什么事，而且每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有时候目标也不要设定太高，就生活嘛还是以开心这个过得平常一点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大概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吧。现在呢不知不觉走到了祈福英语学校边上的一条马路，我的左手的围墙里面呢就是他们的学校，也是我2个孩子从小在这边成长的地方。
按理说呢，现在应该是暑假之中嘛，但是你看这个侧门，很多家长在等孩子放学，也可能是暑期班还是什么啊。你看这个路上还是有很多穿着这种黄校服的学生，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走在学校的边上，应该可能暑期还是有一些要回到学校去上课的这种事情吧。没有好吃的了，妈妈手机没电了，那可以给你吃一根火腿肠，然后要香香的嫩嫩才有火腿肠。有那么2个来月没有在祈福新村生活了，所以呢，就像我那天回来第2天骑行的时候跟大家随意闲聊那样，就是还是会有点点新鲜感。虽然从大的方面呢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可能也会有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吧。现在在是个有矛盾的。哎，矛盾我。你像我今天等一会儿要去的缤纷汇啊，就是我们祈福新村的一条商业街。那天我就有走过，就发现有几家店好像又换了招牌。当然，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屋村，对于有好几百家商店餐馆的一个商业街啊，确确实实呢也是经常会改变招牌，这也不出奇啊。但是呢，确实最近这个1-2年，感觉有些店铺啊开关的这个节奏似乎加快了，而且目前的经济状况呢，真的非常不适合在那边开店营业啊，尤其是对于那些初次创业的人，不是特别的友好。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大环境所致嘛。所以不要轻易的投资，保持低调，持有现金，少蠢蠢欲动。经过几年的时间呢，说不定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说熬过比较不好的这个时期。大家拭目以待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退休人员来讲，这些都没什么所谓。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希望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虽然也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是呢，希望他们创造或者生活在更好的一个时代。当然，这些人呢，有时候还是需要靠一些运气的，真的也不是说你努力将来就一定能够过好的日子，因为这个环境，你生活的这个什么样的体系等等的，还是有些讲究。最起码呢，我们中国的绝大部分年轻人，他们是很难像在加拿大、美国和其他的一些西方的体系里面，就以那种生活方式来生活。当然，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说呢，确实这边的人，他这种选择或者说选择的能力呢，是要差一些的。看来呢，我走路还是比较快的啊，这一共走了10几分钟而已。现在我已经看到了缤纷汇的这些店铺。
看来这个边上呢也有一个门可以刷卡出去，我以前好像没注意到，还是新开的这个门呢。好，我现在呢走出了祈福新村，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冰川会，正好有一个村巴经过这里。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是冰川会的一期，就是跟这些住宅大楼一起建成的，底下的一些商业的街道。祈福新村呢，真的我们住了10几20来年了。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左侧的冰川会，它这个一期以前这个地方呢，原本是一个交通枢纽，就村巴这边出发和到达的地方。但现在很多人大概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们的对面呢，现在是冰川会2期的那个高楼的下面呢，是最早的祈福的石阶，当然也有一个大的超市，也有一些餐馆店铺，大概是这样子的。而我的右侧这边呢，祈福新村的以前应该是一个正门，现在呢这个门应该还是蛮大的。就这个门里面呢，就是祈福新村的发源地了，最早建设的是这里。走过抚华路，就来到了冰川会2期的跟前。这边搞了一些小喷泉啊，稍微的让大家有些凉快点的感觉。这边呢正好时运不佳，就是正好建成的时候呢是疫情期间，怎么一下就慢了好几年，所以这边的很多的商铺到现在为止啊，都还没有租出去，或者说还没有正式的开业。但是比起前几个月呢，多多少少已经多了一些商铺了。看到这边已经开了一些店，有一些餐馆，也有一些其他的商店了。
这边开了珠宝店。这个就是缤纷汇的2期的，算是一个入口吧。下面呢做了一条水道，你看这里有些船，有点像那个意大利威尼斯那种贡多拉，但是应该说边上的商铺呢都没有怎么开呀。店铺还在装修之中，但是也有一些店铺呢已经开张了。看来还是开了不少店了啊，虽然没有开满，但应该说还是蛮有成就的。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老会所以前的祈福不夜城，那边写着实力健身的那栋楼呢，就是现在新的交通中心。下面呢就是有22号线的地铁站，也有祈福的一个内外的交通的枢纽，巴士的换乘站。这边放了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设施啊。现在我从这个电梯下去，这个呢是号称星空运河的一条水道。如果以后这边的店铺都开张的话呢，到了晚上啊，华灯这个初放的时候，这个水道里面这种小艇啊，应该可以载着孩子们在这个河里穿梭，应该蛮好玩的。
看来这里的很多店呢，都是跟妇女的美容塑身，还有呢就是年轻人的游戏，要不就是健身等等相关的店居多。现在呢，我应该是从马路底下，从缤纷会的2期走向缤纷会的1期，到那边呢，去我和我女儿约会的地方，在那边共进晚餐。当然，这边的很多橱窗啊还没有。招牌写着祈福缤纷世界1期，还有电影院呢，都可以从这边走过去。看来地下这些小商铺啊，想要开张的话，还要等很久。一不小心呢，走到了地下停车场来了，应该前面还有路可以走。这边呢，就来到了小朋友的游乐区了。祈福缤纷会呢，其实还是很大的。如果你要完整的把2个缤纷会的商业街都走一遍的话呢，估计得要40-50分钟到1个小时吧。我今天呢就稍稍的上一场雨，现在呢坐着电梯来到了地面，我要去找我吃饭的店了。
现在呢已经过了6点半了，我看这个商业街开始亮灯了，但是呢要天黑呢，起码还有40-50分钟。这个汉堡王啊还开着。好了，我现在又走到大街上了，距离我要去吃饭的那家餐馆呢已经很近了。我觉得虽然这边有很多店呢都换了招牌，但是这家不起眼的日本料理居酒屋呢一直都还在啊。好，我们现在就进店吃饭，改日再跟大家闲聊。谢谢观赏，再见，拜拜。